位同学好，我们开始进行单元2软体 PLC 设计进阶示范。本课程将承接 Hello PLC 程式，教导同学依序完成5个基本范例。范例分别为：1、文字方块显示开关状态；2、视觉化首页与方块显示隐藏及数字键盘；3、页面切换；4、Timer 应用；5、加入外部图片并移动。题目1，请同学设计文字方块，在开关 on 时，文字方块显示 The switch is 1；在开关 off 时，文字方块显示 The switch is 0。第一，文字方块显示开关状态。在这个程式里面，我们要设计一个文字方块，在开关 off 的时候，方块显示 The switch is 0。在开关 on 的时候，方块显示的 switch is 1。我们接续单元1 Hello PLC 的程式。首先，我们加入一个文字方块，接着在方块的 text 里面输入 The switch is person D。如果字体太小，你可以在 Text Properties 里面的 font 进行更改。这边你把它设定成大小是14。接着展开 Text Variables， 把这个变数设定为 S1。接着你编译程式看看有没有错误。好，如果没有错误，执行起来结果像这样子。当开关 on 的时候，方块显示的 switch is 1；off 的时候呢，则显示为0。请同学新增视觉化页面，并设定为首页。接着在新页面中设计2个文字方块，其中一个方块可以透过数字键盘存入变数 A1。另外一个方块设定背景为红色，且当变数 A1 大于100时，方块出现，否则隐藏。范例2，视觉化首页设定与数字键盘及方块显示隐藏。在这个程式里面，我们需要加入新的视觉化页面，并且设定它为首页，然后再来设计一个文字方块。可以透过数字键盘存入变数 A1， 而且显示它的数值。接着再设计一个红色方块，当 A1 超过100的时候，该方块出现，要不然就是隐藏。首先，我们加入新的视觉化界面，接着我们开启 Target Visualization。设定这个起始页面呢为刚刚新加入的页面，然后再回到程式撰写的页面，加入方块隐藏变数 B2 与数字键盘变数 A1。那 A1 的 data type 呢，你要设定为整数。接着你按照萤幕这边显示呢，输入下列的方程式。接着我们回来看范例程式。由于 Codex 的文字方块呢，使用的是预设是看不见，因此当 A1 未超过100的时候，你丢入 B2 数值为1，此时为不可看见；否则 B2 是0的时候，该方块是可见。那我们现在先加入一个文字方块。
在 text 这边呢，输入 %d， 调整文字大小为12。接着我们来连接变数，把变数 A1 给连接过来。接着展开这个 input 的设定，然后我们写入一个变数，把它加入。然后 data type 呢，就按照这边的选择，是透过键盘输入。再来加入第二个文字方块。我们在 colors 这边呢，在 normal state 里面设定填满的颜色是红色。接着设定这个 invisible 的变数是 B2。完成后编译程式，看看是否有错误。正确的话，你可以执行你的程式看看。这个执行的结果，当变数 A1 没有超过100，我们是看不到红色方块的。那我们点选输入，把它输入101，这时候红色方块就会跑出来。请同学设计页面切换按钮，让使用者可以在2个界面间做切换。范例3，视觉化页面切换。在这个程式里面，我们要设计切换按钮，让使用者可以在2个页面之间做切换。首先，你先加入一个按钮，再来在输入这边呢，你把它打开，设定它的特性。我们设定这个改变显示的视觉页面，接着点选，把第一个视觉页面给连进来，接着再回到第一个视觉页面，加入一个相同的开关。那我们利用相同的方法，想办法把这个开关呢连接到新设计的视觉化页面。完成后，你编译看看。那如果没有错误的话，你就可以执行程式。好，这时候你就可以按一下这个换页的按钮。按下去之后呢，你可以发现这个按钮可以在2个画面之间做切换。同时呢，每个画面它原本的功能都还保存着。你可以做这样的测试。范例4，请同学在 Visualization 页面设计一个开关 S2 与灯号 B3。当开关 on 的时候，启动 T1 timer。T1 在启动2秒后启动灯号。范例4 ，timer 的应用，在这个程式里面，我们要设计一个开关 S2 跟灯号 B3。那这个开关 S2 在启动的时候呢，会开启 timer T1。那 T1 启动2秒之后呢，会开启这个灯号 B3。首先，我们在程式撰写页面呢，要输入一些新的程式，正加入变数。那首先加入这个开关 S2， 那设定它的变数形态是这个布林变数。接着加入这灯号的变数 B3， 以及 timer T1。那 timer 的 data type 呢，你就必须要更改其为 timer。那这边有一些它的说明，同学可以参考一下。那最重要的设定呢，就是这 PD1 以及这个 Q。好，我们先加入。
接着我们撰写如以下的程式。如果 s2 等于1的时候，那这时候呢，我们会希望 timer1 打开，然后这个时间呢，我们就设定它是2秒，像这样的写法。要不然呢，这个 T1 呢就会被归零重置。另外，设定这个 B3 的状态呢，是当 timer1 数到有输出的时候呢，它会变成1。那如果没有的话呢，会变成0。因此，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PT 呢，就是设计这个时间为2。那如果没有的话呢，这个 timer 呢，它就是0。那 B3 会对应到 timer1 的输出。接着我们开启视觉化页面，加入一个新的开关。那它的变数是连接到 S2， 然后加入灯号，变数是 B3， 连接过来。完成后，你编译看看有没有错误。如果没有错误的话，你可以执行程式看看。好，这时候我们把开关打开，约2秒之后，这个灯号就启动了。再来关闭它，这个灯号就关闭。范例5，请同学在 Visualization 视觉化页面中加入外部图片。当 S1 为 on 的时候，图片往右移动100个 pixel； 当 S2 为 on 的时候，图片往下移动100个 pixel。范例5，我们会加入外部图片，并且移动它。在这个程式里面呢，我们要加入一个外部的图片。然后呢，当这个开关 S1 打开的时候，图片是往右移动100个 pixel；S2 打开的时候呢，图片是往下移动100个 pixel。首先，我们先开启这个程式撰写的页面。那我们加入往右移的变数 x。那设定这个 data type 呢是整数。接着呢，垂直轴移动的变数是 y。再来，我们输入如下的程式。这边代表它的移动量是100个 pixel 或是0。x 轴写完之后，我们再来看 y 轴的部分，以相同的写法，那 y 轴如果 S2 等于1，它就移动100个 pixel； 要不然呢 ，y 轴就不移动。好，再来回到视觉化页面，我们点选这个 Basic 呢，去加入一个新的图片。加入之后呢，你可以在这个 ID 这边设定这个图片的名称，接着去找图片存放的位置。那你加入这个图片要注意，它只能是英文，不能用中文。改变图片的大小，可以直接拖拉。加入完成之后，我们必须去寻找它的有关于移动的变数。那在这边 Movement 里面，接着在 x 轴的移动变数呢，我们要把它连接到 x， 就是我们方才定义的这个整数的变数。y 的部分呢，也一样要如法炮制，连接到 y 这个变数。连接好之后，就大概算完成了。你编译看看。
没有错误之后，你可以执行它。好，这时候你就可以打开 S1， 打开之后呢，这个图片很明显往右移动100个 pixel。S2 打开之后呢，图片往下移动100个 pixel。那你可以同时打开，发现它就是往右下角各移动100个 pixel。相信透过进阶程式的演练，同学已经学会了使用 Codesys 来编译各式应用程式，并完成其人机界面。下个单元将进入硬体 PLC 的使用，让你撰写的程式可以实际与外界硬体做连接。